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灵。上期说到 S 英雄们分散各地，进入了怪人协会的老巢。刚踏进洞里，闪光的 Flash 就撞上了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忍者疾风和夜火，随即展开了对决。怪人花了疾风夜火，实力已经挤进了龙级，但最终还是败在了 Flash 的闪光斩下。而另一边，英雄协会的智力担当天才少年童弟也遭遇了怪人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独自走在这怪人的基地里，虽然年仅10岁，但童弟一点也不慌张。他的目标是怪人牢房，在其他英雄分散敌方战斗力的时候，由他来解救人质。一个拿着菜刀的怪人出现在童弟身后，实际上早已经被童弟发现了。迷你章鱼坦克8号会不停射击所有进入警戒范围内的移动物体，很近了。摆在他面前的是已经被肢解了的金属骑士。作为了解骑士号超强耐久能力的他，就算看到了现状也难以想象，究竟是怎样的破坏力才能把骑士破坏成这样。不过现在想来也没用，身后的书包里探出了一根黑色的管子。既然金属骑士不愿告诉他详情，那他就自己搜寻，只要取出骑士的机体数据，就能获取之前他所探寻的情报。就在这时，童弟才发现骑士的部件配置明显被人为的摆放整齐，难道这里也有人精通这个领域吗？看来又多了个麻烦。没一会儿，童弟便找到了金属骑士，甚至已经将去往人质的线路给标记出来了，但那个人还是拒绝了合作，这就令他很生气了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去救人质，虽说有了线路图，但凡事都不能急躁。他掏出了一根棒棒糖，准备摄取些糖分，让脑子清醒冷静一下。刚走没2步，一只怪人挡住了去路，在他身前的是迷你章鱼号的残骸。这是你做的吗？设计真幼稚，来到这里也抱着玩乐的心态吗？来人正是曾经救走恶狼的凤凰男，小孩子无忧无虑，真让人羡慕。不过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干部嘛，我是负责中层管理的，虽然不是干部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比干部更优秀的话，是无法胜任我的职责的。听懂了吗？呵呵，你真是不应该相信大人们对你的夸奖，来到这里送死。应该像我一样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这个怪人协会对我来说也只是块垫脚石，我迟早会从大蛇那里将王之名夺回来。我是凤凰男，发觉已经无法脱下鸟形人偶服时，我就变成了怪人。时代的牺牲者童弟，你就葬身于此吧，鸟嘴公鸡。我趁着你说话的时候，已经布置好了这个透明薄膜，不但可以随身携带，还可以用来包糖果，很方便吧？此刻的凤凰男哪里听得进去，整个脑子都嗡嗡嗡的，鸟嘴也火辣辣的。本打算将你生擒的，但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。随着他话音一落，身后的背包变成无数个攻击器具，一瞬间全都砍在凤凰男身上。有野心是好事儿，但如果你真的很优秀的话，就不会加入什么怪人协会了。这一点其实我也一样，谢谢，我稍微冷静点了。怪人协会的牢房外看守着几名怪人，但谁都没发现地上多了一只青蛙，扑腾着跳进了牢房里。瓦岗马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糊了一脸。喂，吵死了！要不就吃了它吧。英雄已经攻进来了，人质安否已经不重要了。正当几人琢磨着要不要吃掉这个小鬼的时候，一股浓烟弥漫了过来。等他们反应过来这烟雾有问题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瓦岗马同学，我来救你了。突然间，童弟的头顶一滩液体飞了进来，淤泥冲压！淤泥水母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好在童弟已经撑开了雨伞保护罩，看来像这种液体形态的怪人可以免疫毒气。他从包里掏出了一根竖笛，其实是一柄极光剑，几刀就斩断了淤泥水母的身躯，但瞬间就恢复了。看来利器对他也无效。哈哈，看来你根本没有杀我的手段啊！我终于走运了，可以拿下一个 S 级英雄的首级。但还没说完，只见一根管子飞了过来，这是什么？燃料油。解决掉牢房附近的怪人，两人开始逃离这里。你可以把呱呱口罩拿下来了。我肚子好饿啊！给，先把这个喝了。我们的时间很紧迫，边走边喝吧。哦，你是 S 级英雄童弟吧？怎么这么就才来？真是的。抱歉。这时身后的岔路口传来了脚步声，还有人。等无线遥控兵将敌人消灭后再前进吧。童弟控制着坦克车向岔路口开去，直接一发炮弹轰了过去。
却反被敌人一击砍成了渣渣。是英雄吧？不用报上名来，我马上就会消灭你。机械性，那就用这个。童弟又掏出了竖笛，这次直接吹响了他身后的背包里，应声弹出了导弹。一级无力化装置重龙军，这个装置一旦形成，可以将敌方锁住，不断发送强制停止信号，针对机械性专用道具。但下一刻，机神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，那就有些麻烦了。看来不得不消耗一些强力道具了。背包里掉出了3颗球，落到地上瞬间变形，忠犬狂犬侠23号、24号、25号合体。下一刻果真变成了一只3头机械犬。这种机械玩具引起了瓦岗马的欢呼，小朋友多少都喜欢玩具，这也是童弟的得意作品之一。居然把我和狗的人工智能相提并论，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话音一落，3头犬向他冲了过去，童弟一边也没闲着。铅笔导弹，顾名思义就是装在铅笔盒里的导弹，具有锁定敌人的功能，没有威力，但却是粘胶弹头，越用力挣扎越牢固。再加上3头犬的狗刨式旋转拳，看来机神暂时是脱不了身了。没有一丝犹豫，童弟拉着亢奋的瓦岗马往反方向逃去。刚刚那个家伙，你为什么不和机器人一起干掉他呢？感觉应该可以赢啊。那家伙很强，没必要和他交手，浪费时间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们英雄的工作不就是消灭怪人吗？爸爸总说英雄是靠大家的钱在生活，所以更应该努力。话是没错了，不过把瓦岗马同学送到地上是我的职责，所以现在不是战斗的时候。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将袭来的怪人捅成马蜂窝。本想再说些什么的瓦岗马吓得没再说话。没走一会儿，一具骇人的尸体又吓了他一跳。放心吧，这是刚刚被我干掉的怪人的尸体。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迟钝鸟吗？他好像是有提过人偶服，是个很有名的角色嘛。迟钝鸟是搞笑节目《动物帝国》的吉祥物，后来因为黑色幽默太多，导致停播了。迟钝鸟又迟钝又糊涂，经常会死。对，撞到电线电死，被火烧成烤鸡。但因为很迟钝，所以在下次节目播出的时候，他就会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复活。因为人偶服而怪人化的男人，假设他实际上已经继承了那个角色设定的能力，似乎正应了他的猜想。身后爆出耀眼的光。大钟也说过，战胜接近死亡的地狱，就是让怪人爆发式成长的秘诀。转身凤凰男灾害等级龙。童弟也不慌张，背包里弹出道具粘胶散弹枪，和之前对付机神的是同一种弹药，但数量更多。只见凤凰男两手一张，一股灼热的风浪瞬间将粘弹淹没。好在童弟及时撑起了雨伞保护罩，将瓦岗马护在了身后。一瞬间，风浪席卷而过，周围一片火海。待到火焰快熄灭的时候，待在里面别动。童弟从包里掏出了一块小提包和竖笛，我要再一次将这家伙击败。凤凰男的风浪又吹了过来，但都被挡了下来。又是透明薄膜嘛？那我就再来确认一下吧，我的鸟嘴攻击能不能破开你的防御？刚刚都已经输了，还挺自信嘛。来吧！嘴上这么说，但童弟足足张开了5层屏障。火凤凰爆发式鸟嘴攻击。话音一落，凤凰男扑腾着翅膀冲了过去，屏障就像纸一样被撕碎。鸟嘴攻击一瞬间落在童弟手上的盾牌上。变强了，这种无所不能的感觉，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。童弟，不是吧？你是 S 级英雄，所以应该没事吧？哈哈，这个瞬间，本大爷仿佛是无敌的。哈哈哈哈！不要哭，这一次你会连感觉到恐惧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将直接送你去那个世界。我哭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对自己的弱小感到悔恨不已。本以为已经考虑好了所有难以预料的事态，结果一个连干部都不是的家伙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现在就不得不使用我的最终兵器了吗？来吧，英勇巨人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又是怪人吗？不，这个信号是……童弟摆着中2的姿势，四周一个个钻头破墙而入，下一刻全都变成了机械部件。凤凰男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突然间一只巨大的手掌伸了过来，凤凰男被一拳轰到了另一条通道。这便是童弟的终极武器——英勇巨人号。这么一对比，凤凰男看起来就羸弱了不少。
而童帝本体就处在巨人体内，我就猜到会出现这种状况，所以提前让部简在周围地下待机了。真是的，既然有这种东西，一开始就应该拿出来啊！童帝并没有回答，他说的没错，你应该在找到这个小鬼后，就立刻坐着这个东西逃离这里。可是你却并没有这么做，这说明这个东西的活动条件有很大的限制。没错，在童帝眼前正显示着巨人的活动极限时间2分38秒，时间并不充裕，要速战速决了。连接神经回路，这是我准备对付怪人王的秘密武器，既然已经暴露了，就绝不能放过这家伙。童帝夹住了地上的瓦岗马，将它扔进了巨人的背包里，手里能量武器显现，准备大战一场了。一瞬间，童帝愣住了，这片蓝天，这片草地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显示器出故障了吗？只要像这样，就能直接和你的神经进行连接了。这里是只存在于玩偶内部的特别精神空间，就称之为凤凰空间吧。精神空间？难道这家伙让我闻了某种迷幻药吗？玩机械的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种东西，但实际上的确如凤凰男所说，古时候的撒玛就会装扮成某种样子，让神灵附身在身上，这便是玩偶服的起源。而玩偶服的内部是与异界相通的，不过都无所谓了。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说服你加入我们。童帝，你拥有能够像我一样出色的玩偶怪人的潜质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也察觉到了吧？在所有英雄中，你的内心是最阴暗的。哈哈，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？随口胡扯几句就想让我投靠你们吗？而且在 S 英雄中，内心比我阴暗的家伙多的是。经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样。但其他人积攒的压力可没有你大。压力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都知道，这里我们是精神体，无法进行物理干扰。抱歉了，童帝，之前对你存在误解。原来你是和我处境一样，早就无法相信身边的人了。你渴望能打心底里信任的伙伴，以及自己的能力能充分发挥的组织。虽然用人类的标准衡量有些晦气，但只要我们联手，成为灾害等级神级也不是梦。哦，对了，金犬侠很快也会成为我们的一员。童帝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我来为你讲解要如何变成怪人，还有进入这个空间的方法。接受怪人化吧，成为怪人，英勇巨人吧。这名字也太土了！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我们可以再商量嘛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说了半天被一个名字给打回来了。看童帝的模样，似乎非常愤怒。模式转换，红颜飞鹰模式。下一刻，他全身被火焰覆盖，一瞬间力量大增，反踹了回去。好疼！居然还能改变性能吗？时间只过了3秒，刚才那个空间竟然不是幻觉吗？仅凭意识就脱离了凤凰空间，真是令我吃惊。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光靠嘴是无法说动你的。哼，你的意思是说要用武力让我屈服吗？没错，只要见识到我这玩偶怪人的厉害，你就会瞬间改变心意了。只是我想要的是四肢健全的伙伴。话音一落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童帝的视野里。一瞬间，巨人的身体四周都遭到了攻击。这一次是速度型吗？哈哈，你的传感器能追上我的速度吗？面对这狂风骤雨般的攻击，童帝根本防不住。既然这样，童帝伸出双手，一根电击绳出现在巨人手里。2万重跳沙轮技，其实就是超快速跳绳。果不其然，凤凰男被这无死角攻击打飞了出去。接下来就看他反击了。加大火力的巨人和凤凰男一前一后开始了追逐战。在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地牢里，其实凤凰男还是有优势一些。刚飞出一个房间后，身后的墙面一声巨响，被巨人撞破。抓住这个时机，火凤凰耀斑，2股高热能攻击准确地打在巨人双手上。体内和巨人连接的童帝也受到了高温的攻击。看着攻击奏效了，凤凰男一个扑腾就飞了过去。一面透明的电击墙挡住了他。原来在飞行的过程中，这一带都被他布下了这种屏障。那么接下来就要结果了他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能获得信任伙伴的大好良机啊！给我闭嘴！童帝控制着巨人一拳抡了下去，但却并没有得手。拳头下的凤凰男又变回了红颜形态，火力全开，直接接住了拳头，并且透过拳头让童帝一边也遭到了恐怖的高温。再不缩回去，你的拳头可就要融化了。情急之中，童帝瞄了眼地图，
对了，地下50米有水源，或许能借此对付这个高温。不再犹豫，他怒吼着解除了巨人的输出限制。巨人火力全开，带着凤凰男直冲地底。电池快爆炸了，坚持住啊！刚刚有一瞬间，我居然迟疑了，但我完全没有倒戈的意思。童弟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成为英雄后，无论我如何忍耐，如何努力，都没有人对我说过那样的话。一鸡一鸟冲破了地层，掉进了一个山谷，这正是弗莱西之前战斗过的地方。巨大的冲击力令巨人落入了湖中，然后径直砸成了湖底，往更深处去了。又开始晃了，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像个迷宫一样，到处都是怪人。衣服上也是泥，要尽快洗掉才行啊。如奇遇所愿，他甚至可以泡个澡了。刚才击穿的湖底导致位于更深处的地层都被湖水淹没，奇遇和一众杂鱼莫名其妙的都被卷进了漩涡。顺着水流，众人被带到了更深处的地方，一个巨大的斜坡，就像是人为的遗迹一般。奇遇碰巧看到了英雄巨人号，那是什么？机器人嘛，看起来不像是怪人，莫非之前的动静是他搞出来的？而童弟一边还压制着凤凰男，刚才的一番交战，活动时间已经快到极限了。突然间，童弟也瞅见了一旁正在下滑的奇遇。不是突击队的英雄，他是怎么到这里的？喂，穿黄衣服的，我这就过去解救你，你别乱动。这个声音好像在哪听过。想到这儿，奇遇冲他挥挥手示意，不用招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晃动，太吵了。嘘，安静。头秃了，不想听别人说你秃了，让我别说。好，说个屁啊！完全搞不懂啊！就在这时，凤凰男变化成了企鹅模式，逃出了巨人的拳头，休想逃！但谁料这货就像个鳗鱼一样滑溜的不行，火凤凰南极冰山攻击，这一下把巨人又砸穿了一层地底，几人终于安稳地落在了地面上。这四周是怪人的尸体，来这里正合适，想不到终点会是原住民的墓地。奇遇也顺着洞口流了进来，童弟也不能放着不管，拿出了背包里的瓦岗马，让他张开保护罩，让这人也进去。谁呀？让他进来？可是地方只有这么大啊！你没事吧？另一边的战斗又陷入了僵持，要是在这里让他逃了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再打下去也是浪费时间，你已经清楚你与我之间等级的差距了吧？可恶，又是这儿！童弟对这招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能听凤凰男瞎扯了。你仔细看看周围，看看这堆积成山的尸体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哪里不对劲吗？他们是在互相厮杀？没错，因为他们不再团结了，就是这么脆弱。你想说什么？英雄协会也好，怪人协会也罢，永远存在这种危险，因为集团中每个人的厉害和人生观都不同，他们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精神可以互通的玩偶怪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就像现在已经传递给你了，对吧？甚至都不需要语言。什么？你刚刚把什么传递给我了？英雄协会高层在私下干的坏事儿，对小孩子来说还是有过于刺激了嘛。在这一瞬间，童弟在脑海里看到了那些平日里不敢想象的肮脏事。至于我是不是瞎编的，相信凭你的本事很快就能查清了。你现在正在不知情的助纣为虐啊！童弟不敢相信，刚刚他甚至看到了西奇和赛辛加尔先生，难道他们都是在欺骗利用他吗？还是说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他不知道？说到底不过是小孩子而已。嘿嘿嘿嘿，不，冷静，这都是对方动摇你的精神攻击。凤凰男就像是能听见他所想的一样回应道，这不是攻击，是身为朋友给出的建议。你之前一直有误解，其实怪人化是救赎。我以前曾是一名变装演员，扮演着迟钝鸟这个角色，却在某天突然被解雇，我无法接受。我自信比任何人都爱他，理解他。就在我产生脱掉这身人偶服是个错误的想法后，人偶服就再也脱不掉了。我已经变成了怪人，怪人化让我得到了这份力量，是迟钝鸟给了我自由，我很开心。我感觉是迟钝鸟回应了我的感情，你又如何呢？那些肮脏的大人们让你穿上这身名为英雄的玩偶服，为此奉献一切的你有得到回应吗？
他们给你力量了吗？给你自由了吗？认同你了吗？我认同你，你创造的英勇巨人肯定也认同你，并给予了你力量。童弟，和我走吧，我们去获得真正的荣光吧。凤凰男的一番话完全是基于童弟内心而给出的最佳答案。他知道童弟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很难拒绝他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节骨眼有个计划之外的人出现了。变成怪人去干坏事儿，什么狗屁荣光啊！哎，他是谁呀？这个秃子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敲了一下就开了呀。可是这里是精神世界啊！之前以为你们在吵架，原来在这里说悄悄话。于是我就想到，该不会是在讨论我的头吧？你想多了。结果我一听，你这家伙是什么人啊？对一个小孩子纠缠不休的，想做什么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但如果是坏事儿，我会把你锤飞的。不要把一个小孩子牵扯进来，让他为难。这家伙难道也穿着玩偶服？应该不是啊。之前发出噪音的就是你吗？完全看不透这个人，而且这股压迫感，我就住在这上面，要把我吵死了。面对眼前的秃子，凤凰男咽了咽口水，一瞬间解除了凤凰空间，怕再这么下去就要被反客为主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什么？轻易对他出手，感觉会遭殃，先观察一下吧。这时童弟的通讯器传来了声音：童弟，喂，童弟，听得见吗？僵尸超人先生。我遭遇了好几台地方的机器人，不过总算是将他们都干掉了。多亏了你之前准确推测出了他们的弱点，你可能提前预测到了敌人会利用金属骑士的系统准备兵器，所以在终端上攻陷了他们的弱点，对吧？哎，那个派上用场了吗？太好了，有这么多大人在，还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你。抱歉，我代大家向你道谢，多亏了有你。这句话不正是他最想听到的认可吗？泪水夺眶而出。等我们都安全回去之后，我请你喝奶昔。哦，对了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当然没问题了，僵尸超人先生，您也要多加小心啊！我这边已经没问题了。一番波折，最终在奇遇和僵尸男的无形帮助下，童弟终于摆脱了内心的阴影，重新振作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凤凰男嘴里喊着奇怪的话，近100米的地弟突然亮起了光，只见被照射到的怪人尸体全都睁开了眼睛，下一刻扑向了巨人。这一幕几人都惊呆了，这个能力非常棒吧，不如莫我凤凰男之名。如今的事情变得有些麻烦了，所以我从冥界叫来了一些援兵，小的们，给我干掉他！一柱死而复生的怪人一拥而上，让巨人难以动弹。体内的童弟能感受到巨人正在一点点被这些怪人肢解，知道害怕了吗？已经晚了，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接受怪人化吧，会治好你那名为人的病。只见他将怪人细胞扔在了童弟正上方，很快就变成了液体，从缝隙处流了进去，眼看着就要钻进童弟嘴里。瓦岗马大喊着童弟，但他这边也有怪人涌了上来。啊，这些僵尸这么弱的吗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？看着童弟好像要坚持不住了，奇遇缓步走了过去。你说的那些话很有意思，鸟大叔，但你举的例子不对。噗，英雄可不是什么玩偶服，是内在。被玩偶服这种外在的东西左右变成怪人的是你，而我则会追寻着我所崇拜的英雄的背影前进。哦，交手决裂嘛，那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脑浆北吸，慢慢失去自我的样子，好好解戏吧。兔子大叔，快藏起来！我干嘛？不要看这边！解放剩余所有能量，永别了，英勇巨人！话音一落，巨人全身发亮，汇聚所有能量，发动了自爆式技能10亿伏特扣杀。巨人一瞬间炸裂成无数块，而童弟正躲在其中一块里面，正好从凤凰男头顶飞过。哼，去死吧！哎，刚才的一招直接秒杀了巨人周边的所有怪人，可最危险的凤凰男还在呢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机器人都没了。放心吧，机器人里面的那个看起来更厉害。哈哈，你本人已经暴露在我面前了，你觉得你还能赢吗？哼，当然，因为你过于依赖你那身外衣了。哈哈，笑死人了！你刚才的攻击连我的眼球都伤不到呢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凤凰男就愣住了，紧接着瞬间大笑不止，
笑得在地面不停地打滚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养阳虫3号，我把它从你的鸟嘴和脸的空气中扔进去了。大叔，痒的话就快点把玩偶服脱掉吧，否则它会在你笑死前一直挠你的痒。对于凤凰男来说，脱掉外衣就等于没了灵魂，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玩偶人是不会脱掉的，除非实在忍不住了。雏鸡人灾害等级布满狼藉，呵呵，快看，他缩水了，看我不踩死你！终于结束了战斗，童弟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，往后倒去。真厉害呀！之前以为你只是个孩子，原来你是英雄啊！哈，谢谢。你是和魔鬼改造人一起的 B 级英雄秃头披风侠吧？叫我奇遇就好了。想起了秃子的身份，童弟反而心里一紧。这次的计划是没有通知魔鬼改造人的，但现在他的小弟却出现在这里，难道他真的是敌人的间谍吗？就在这时，不远处2个肌肉男走了过来，正是被 Flash 干掉的疾风和夜火。2人被干掉后，尸体落入湖中，又被一同冲到了这里。刚才恰巧又被凤凰男的复活之光照射，就顺理成章的活了过来。哦，那不是 S 级英雄童弟吗？好像浑身都是伤，正好把他抓来当人质，再把 Flash 引出来。你们倒是让他歇会儿啊！哦，这2人是特级悬赏犯，你立大功了啊！真的吗？能拿到奖金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你听，吵死了，任谁都会发几句牢骚吧。如果他是撒谎，应该会说得更合理一些吧，看起来不像是坏人。不过还是不要把情报告诉他为好。总之，我会带这个孩子一起逃出去，你也一起来吧。看你浑身都是伤，好吧，我陪你。突然，不远处一个身影从上方掉了下来，竟然是狂犬侠。本以为会被机神干掉的，没想到这会儿居然回来了。他好像因为自己能帮助你很开心，一直叫你狂犬。对不起，有条狗还真不错呢。接下来有了狂犬侠的加入，几人坐在他背后向地面进发。可刚跳到斜坡中央，几只和大蛇的躯体一样的巨蛇向他们袭来。哎，刚刚好像没事儿，看前面，深处好像有个大家伙。噪音难道是他发出来的吗？哦，对了，瓦高玛同学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其他人被怪人抓到这里吗？瓦高玛一瞬间就想到了被七个王带走的比利熊，但如果这个时候说出来，童弟肯定会选择去救他。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。有了奇遇保驾护航，童弟这边应该是安全了。但僵尸男一边真的如他所说都处理好了吗？那么到这里，怪奇篇2就基本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不死者之间的对决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期见。